鲁日的运河。哇！带大家看看布鲁日运河的风光。我们现在是在 Bruges， 比利时北边的一个很像威尼斯的小镇。结果这整条街在 Market Square 最厉害的一家店，排队最久的不是巧克力店，居然是噔噔噔噔贡茶，好夸张！排最久的店就是台湾的珍珠奶茶，远远的打败旁边所有的巧克力店。现在跟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大广场吧。今天遗忘带大家来到的是比利时 Flanders 的重要观光城市布鲁日 Bruges。其面积不大呢，只有140平方公里，人口也不到12万人。布鲁日在欧洲被誉为是北方的威尼斯，这个港口曾经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，也曾经是世界主要的商业城市之一。它会有名是因为在2008年 Colin Farrell 曾经在这里拍摄了一部黑色的喜剧，叫做 In Bruges， 中文叫做杀手没有假期，于是呢就开启了布鲁日的询问度。Welcome to Bruges，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 Bruges 的地方了。这个中古世纪就还有很多马车。以这个市集为主呢，旁边大概有10条街。我们现在站在市集的正中央，慢慢的往右边看，就会有不同的小街。紧接就会看到一般人最耳熟能详的布鲁日的彩色的房子，接着就他们的市政厅、历史博物馆、邮局，然后就是布鲁日最有名的钟楼。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个 Belfry 的这个钟楼也是中古世纪保存的一个比较好的钟楼。然后这次真的是非常幸运，居然能够碰到他们夏季1年1度的古典音乐节。比利时 Belfort 教堂出来呢，看到这条街就是所谓的巧克力街。这个小的 street 呢，就全部也又开始巧克力店了，包含 Chocolat de Chocolatino， 就是一整条街呢，就又是满满的巧克力店。在 Canal 前面就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非常多啤酒的啤酒巷。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利时的漫画的东西，包含这个 Tintin。全世界的修道院 Trappist 啤酒大约有13家，而比利时就占了1大半。所以说比利时是一个啤酒王国一点也不为过。比利时的啤酒有时候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这种啤酒杯，它也会有类似像红酒杯一样的，或者是香槟杯一样的方式。画面上看到的呢，就是欧洲最古老的啤酒屋。Waiting for you. There you go. So have a seat. Did you have a long day? Was it 在啤酒街的旁边有一个蓝色小精灵跟丁丁的展示馆，也是游客们休息跟买伴手礼最好的地方。布鲁日的运河，哇，如此的漂亮！我们待会儿就搭船带大家看看布鲁日运河的风光。你看这边的房子长得都很可爱嘛，一阶一阶的，是怎样方便去修烟囱方便走上去。这个全部是用织出来的地图，知道吗？
这是它跳蚤市场的其中之一。布鲁日的黄金时代是12到15世纪，因为它在1128年是第一个获得城市许可状的城市，也因此建立了新的城墙跟运河。神奇的被我发现了 David DeGraff 的工作室，也是他的家，现在也变成是 Airbnb， 然后他正好在进行他的一幅画，好神奇！我跟这个画家聊了大概有快1个小时。这个画家所有做的东西都是用 airbrush， 然后很特别的是，他全部都是用 monocolor， 只有他 feel like something 的时候呢，他会想要给它赋予颜色。然后这个房子是他17年前买下来的，这个房子已经有500年的历史。其实布鲁日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沉寂的城市，它在大约1500年就被一个安特卫普的港口所取代。布鲁日渐渐贫穷了，甚至在欧洲的舞台上淡出。但是就像导游说的，一个城市的悲哀也有可能就是它的幸运。也就是因为他们有经历过工业革命，所以它的城市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中世纪的建筑。它也是欧洲现在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城镇之一，保存着大量中世纪到近代的建筑，还有教堂。它的哥德式建筑呢，也是现在这个城市的很重要的特色。也因此它现在是所有欧洲人、美国人，甚至是亚洲人最喜欢也最实心去探访的一个城市之一。